都很努力的上班啊，然后加班到很累，我很认真在过生活，但为什么你会觉得说这样子就是一个zombie？所谓的丧尸是什么意思？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打开全部的订阅。多数的时候，其实人也是动物的一种，人其实是在凭着本能去生活，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工作，为什么呢？每天要上班，然后为什么每天要加班，然后每天把自己搞得很累很忙，他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因为被制度给驱动着，或者是呢，他说哦，因为我需要钱，所以我驱动着。这个概念其实对我来讲才是所谓的丧失。我为什么会有这个体悟跟想法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是相对比较低潮的。那个时候呢，我没有很清楚知道我自己未来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呢，做了一些生意，效果也都很糟糕。我觉得我好像每件事情都可以做得不错，但是呢，我每件事情也都做得不太好，所以我就掉了到一个我很低潮的一个状况之下面。那个时候啊，其实我每天就是浑浑噩噩的，我一样还是很高能量的在做我的生意，在做我的一些事情，但是啊，我就觉得非常的没有成就感。后来我突然间想通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为何而做，我都给自己一个错误的一个思考，认为说我只要努力做这些事情，我就可以做得不错了。那结果反而造成我就是一直迷茫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回头看了一下我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上了研究所，我就问他们讲说，来，你知道你为什么做研究吗？他们说不知道啊，就是要研究所毕业，然后混个学历，然后这样子以后才会比较好的求职。那或者是我问很多人想说他要去考牌照的，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规划想要出国念书的，问的时候不知道出国念书以后才能进外商吧，考了牌照之后呢，以后才能找到好工作嘛。我才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很多人是 zombie， 很多人真的是凭着本能在生活的。他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驱动的去做生活，这个就是我那时候看到的一个现象。所以后来呢，我就告诉自己一件事情，我跟我自己讲，我每年呢要像一个故事书一样，我每年过完了之后呢，我每个月就像是我一本故事书的章节，我必须要讲出我那个月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呢，为我自己带来怎样的一个意义出来，然后慢慢的我去做一些转变。这样的故事其实我之前在很多场合上面我都有稍微提到。我其实这样的迷茫期从大约18岁开始我就开始迷茫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上大学。在这种状况之下面呢，后来我就是突破了，所以啊，我就去努力的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都一直在鼓励大家，其实今天你不论做怎样的工作也好，在做服饰业或者是在做服务业，你甚至有可能是在扫地，那你有没有想着我在做这个服务业，我怎样每件事情可以帮助我做得更好呢？或是我现在做了2-3年的服饰业，我是不是以后我能够开一个服饰店呢？他有没有花这个时间去认真的体悟他的生活，这才是关键。所以所谓的 zombie 是什么呢？来，大家都看过《生化危机》恶灵古堡里面呢，就看到 zombie 就是凭着本能这样在动作。其实，在真实社会当中，有多少人真的就是背着时间跟工作的转轴，不论去往前推？每个人都要工作，这个是一定的；每个人都要念书，这是一定的。但是，你有没有在工作当中找到属于你的生活的意义呢？你有没有知道你今天做这一个工作，你影响到多少人呢？我在公司，我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公司横跨了媒体、系统、顾问、线上教程相关的产业，我都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当你在做一份简报，在做一个系统的时候，你无意当中都影响到上千，甚至上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所以你的作品其实影响到非常多的人，你要自豪也要骄傲。为什么？因为有这么多人在使用你所做的服务，在用你看的影片，在用你所写的每一篇内容，所以你要很骄傲的、很认真的去做好它，而不是只是对我的一个交差了事而已。这个就是生活的意义。每个人生活都有对应的使命。如果你不把它好好的重视，那其实你就只是一个 zombie， 你只是像一个一般动物一样吃喝拉撒睡，然后到老去。但是如果今天你能够认真的去思考你做的每件事情的每一个意义的时候呢，你会活得越来越开心，过得越来越开心。这是我想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的。那你现在知道这件事情，在荧幕面前的你可以做什么改变呢？如果我发现到刚刚我讲的这个状况，你就像是个 zombie 的话，那你可以有系统的记录你的时间。在我们公司，我们的小伙伴如果他遇到撞墙期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讲说，来拿出一张 A4 纸，把你每天早上从开始进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呢，事情就开始记录下来，几点几分做什么事，几点几分做什么事。你不用给我看，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拿来跟我讨论，我会告诉你哪些时间呢你浪费掉了。没错，在荧幕面前的你，你也做这件事情，拿出一张纸，记下你每天在做些什么事情，连续记1个礼拜，然后自己再回去看，你会发现到，哇，原来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刷脸书。哇，原来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耍废，哇，原来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说八卦。其实你只要把这件时间拿去运动，拿去学习，拿去看你过去的每一件事情，又或者是你拿去检讨你自己手上的工作，你就会发现到，原来你的时间很多时候无意间被浪费掉了。甚至有时候一场会议可能是2个小时、3个小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场会议当中你得到些什么，你失去些什么？这个就是你现在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帮助你观察你自己的时间，也找到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意义。很想跟你好好的分享这个议题，但这个议题如果要展开的话呢，还有很多细部可以讲。那未来呢，我会慢慢的把这个议题再把它切分，跟大家去做分享。那刚刚我讲这些东西呢，其实我都有在我写的这本书《关键思维》当中呢，里面有写到。里面呢，其实我有写到盘点分析，然后呢发现。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来看一下这本书。那我是 Mark Fan， 我的频道呢会在每个礼拜1跟礼拜4晚上9点做定期的更新。那我们下次见，拜拜。